同学们，这节课我们学习 while 循环语句。while 循环语句呢，第一种命令格式是 do while，do while 条件表达式，然后循环体 loop 结束。它的执行过程呢是首先计算这个条件表达式的值，如果条件表达式的值为真值，那就执行循环体。注意，执行完循环体之后呢，还要回来再判断条件表达式的值。如果是真值，还继续循环，就是一直这样的循环的执行，一直到判断条件为假值的时候才结束循环。注意是在这个位置为假值的时候结束循环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例题。这个呢是比较典型的循环的例子，就是求累加和，求1加2加3一直加到10的和。我们看啊，首先当然根据需要定义变量，然后呢注意给变量付出值。注意 S 呢是用于求和的那个变量，结果里面存和的那个值。I 呢是循环变量，初值为1，因为要从1开始求到10。那么循环的条件是 i 小于等于10，从1循环到10，i 从1循环到小于等于10。那再有呢，我们看里面呢有4条语句，我们看都是分别什么操作。如果 i 小于等于10的时候，就执行首先输出一个 i 的值。好，比如说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i 的值是1，i 是1。注意1、2、3、4，这是次数，第多少次第多少次。然后呢这是 i 的值，这个呢是 s 的值啊。我们看啊，比如第一次循环的时候，先输出一个 i 的值，然后呢注意不换行，分号不换行。然后呢计算 s 等于 s 加 i。注意第一次的时候 s 的初值为0，i 的值为1，就是0加1等于1。然后呢就再输出 s， 注意换行。然后呢注意 i 等于 i 加1，i 就变成了2，在这地方变成了2。变成2之后，注意再回来判断2是不是小于10。如果小于10，进入第二次循环。第二次循环呢，也是把 i 的值输出来。注意这个题呢，我们在循环题里面加上 i 和 s 的输出呢，是为了让大家观察这个过程里面的 i 和 s 的变化。其实我们平时在用这个程序的时候呢，没必要把这个值输出，中间值输出，直接输出结果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，对于每一个 i 呢，我们先把它的值输出，然后呢再计算对应的 s。而 s 的计算是在每一次前面 s 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新的 i， 而这个 i 呢是在不断的变化，加1、加2、加3、加4这样的变化。然后每加完一个 i 再加一个1，i 等于 i 加1，然后再进入下一次循环。那么如果 i 是10的时候，注意10小于等于10还成立，那么就再累加一下10，变成了55s。然后注意i 再加一个，变成11。注意变成11的时候，循环在这个位置。有同学说这个地方就结束了，不对。i 变成11了，但是它还要回来判断11小于等于10是否成立，不成立，这时候才循环结束。也就是说，这个 i 呢是要变成11的，是要算这一步的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看一下。s 的值是55，如果我要输出 i 的值的话呢，就是11。注意最后循环结束的时候 ，i 的值是11，在11的时候循环结束。这是求1到10的和。现在假设我们要是求10的阶乘，也就是1乘2乘3一直乘到10，那刚才的程序该如何修改呢？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想想应该改几个地方。那很显然，加号要改成乘号。我们看，首先这肯定是首先想到的。另外还要再改一个地方，哪个地方？我们看在这儿呢 ，s 的初值为1，因为它如果是0的话，0乘任何数都得0，对不对？应该在1的基础上乘2、乘3、乘4、乘5，这样累乘。
好，我们看仍然是 i 从1循环到10，累乘到 s 上面 i 再加1。好，这是这个过程，最后这是结果，10的阶乘是一个很大的数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再看，如果我要把这个循环改成 for 循环怎么实现？前面我们学过 for 循环，一般的循环的题目呢，既可以用 for 循环实现，也可以用 do while 来实现。那我们看它们的区别。好，左边呢是 do while 循环。好，我们看一下 for 语句。我们看 for 语句的行数是不是要少一些？我们观察一下，它这里面少了哪2行？好像是少了 i 等于1，这个还少了一个 i 等于 i 加1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放到哪去了？我们看在这儿呢 ，i 等于1，在这里。然后呢 ，i 小于等于10是这个地方 ，do while i 小于等于10，其实就是 to 10的作用。这里面呢没有 i 等于 i 加1，为什么？因为呢它这里隐含着 step 1，注意有一个step 1的作用就是 i 等于 i 加1，它是自动的。那这时候如果你再写一个 i 等于 i 加1，在这再写一个，它其实就相当于 i 加2了，要注意。好。那我们看一下，相当于还有这个地方 i 小于等于10，我画的这3个圆圈到了这里面，到了1行里面来实现了啊。所以说我们看3行变1行，这是它们的区别。它一行 for 语句就是实现3个功能，从1开始循环到10小于等于10，每次加1。好，这是它们的区别。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的改进，如果呢，我想让用户自己输入一个 k 一个值，然后呢求2加4加6一直加到 k 这个累加求和，那我们怎么实现呢？我们想一想啊，这个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，一个是 s 的初值是什么？是0还是1还是2，是吧？然后 i 的初值是0还是1还是2还是多少？循环的条件。i 小于等于多少，或者 i 大于等于多少？然后呢 ，i 如何变化？然后呢，如何累加求和？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语句，注意是所有的偶数相加，那我们就可以，我们看啊，注意累加求和 ，s 的初值就是0啊。注意了 ，i 不是从1开始了，从2开始。然后呢？ i 是否小于等于 k？k 在哪里呢 ？k 是用户输入的，输入一个 k 的值，然后就是它是一个可变的，不是说10还是20这样的啊，是用户自己随便输入。然后呢，累加求和还是一样，注意了 ，i 等于 i 加2，每次加2。如果用 for 循环也没有问题，是 step 2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就是这个累加求和的过程。注意，还从几循环到几，每次加几。好，我们再看，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呢，会弹出一个输入框，然后在里面输入，比如说输入12，确定，它就会算2加4加6加8加10加12，这个求和就是42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 do while 循环的第2种格式，我们看啊，刚才是 do while 什么什么，最后 loop。现在呢是 do 上来就循环体，把 while 条件放在了 loop 的后面，这样也可以。那这2种结构它有什么区别呢？第一种格式，它是先判断条件，如果条件为真值再循环。那第2种结构呢，它是先执行一次循环体，然后再判断条件。比如说第一种，它是有可能一开始这个条件就不成立，那就一次都不循环，确实有这种情况。那么第2种呢是这样的，至少要执行一遍循环体，不管现在什么条件，我先把这个循环体执行一次，然后再判断条件。如果对于一个问题它循环多于1次的时候，这2个是等价的。但是如果说一上来条件也可能成立，也可能不成立，那我们可能就要用先判断条件的这种方式。
好，我们来看一个例子。已知05年1月，我国的人口达到了13亿。按照现有人口年增长率0.8%计算，问多少年后我国人口会达到现有人口的2倍，就是26亿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啊，这个呢可以用那2种形式的哪个都可以。现在我们用的是第2种形式，就是把这个 while 条件放在后面。那我们看一下啊，首先呢，根据需要来定义变量。注意这次定义变量的形式 ，n 百分号是什么？是整形符号，是吧？叹号呢是 single 类型的，实行的单精度实行的。好 ，x 初值，表示人口13亿，单位是亿。注意 n 初值为0，我们要求多少年？假设现在是从0开始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循环 ，x 等于 x 乘以1.008。1.008呢，就是增长8%，是吧？0.8%就是8%。每增加一次 ，n 就加1，就过了1年过1年。然后判断，然后是 x 是否小于26到了等于26就结束了，大于等于就结束了。然后就这样循环，一直到大于等于26，循环结束。循环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看看 n 的值，就是说经过年数，年数为 n， 经过的年数。然后到时候的人口呢，就是 x 多少亿多少亿。好，我们看运行结果，确实是这样的，就是根据咱们刚才那个计算方式就是经过87年，我们能够达到26.00218亿。好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也是经常用到的一种序列的计算。这个序列呢，它有规律比如我们看1减去1/2加1/3减1/4，这样一直到多少呢？一直到100%，可以这样来控制条件那我们看怎么实现？每次要加上一个，减去一个，加上一个，减去一个。每次呢是几分之一这个变化我们看正好是每次都加1这个分母有规律。好，我们看实现的时候就是实现 i 从1循环到100，每次加1。s 仍然是求累加和，但是它每次要减呢，我们也改成加上一个负数。好，怎么加上一个负数呢？怎么实现呢？我们先看每一项的绝对值是什么分之一？就是 i 分之一。我们看i 分之一其实就是1除以 i。问题是这个 i 分之一是1/2、1/3、1/4，但是有的时候加，有时候是减，我们呢都一律用加上，但是可以加上一个正的或负的，所以我们看这一项是正负号，负1的多少次方？比如说 i 是1的时候，1加1等于2，负1的2次方，负1的平方，是不是就是一个正1就是正数，那就是1/1。第一项是正数1/1。好，第二项负2/1怎么来实现？ i 是2的时候，2/1，2加1等于3，负1的3次方还是负1，对吧？就是加上负的1/2，就用了这个来实现正负号。最后呢，输出的结果，注意输出结果我们要设计的输出的形式比较清晰，比如说 s 等于多少，是吧 ？i 等于多少？好，这是这个计算的结果，就刚才那个式子一直加到100%，最后还是得0点多少。好，同学们，这节课我们学习了 while 循环语句的用法。